马克龙5月份签了部文物归还的新法案，有不少人在问那咱们圆明园的兽首、敦煌的宝贝是不是终于能回家了？我今天得给大伙儿交个实底儿，先别急着庆祝。5月17号，南华早报发了一篇深度分析，那字里行间的意思简直就像一盆冷水，直接冲咱们脑门子浇了下来。简单说吧，你以为法国人是良心发现，要把东西还给你？哼哼，人家是在跟全世界玩文字游戏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部所谓的新法案扒开，看看里面到底塞了什么猫腻。咱们先看这部法案出炉的速度，那是真的快。4月中旬全票通过，5月初马克龙签字，那效率搁在平时办事拖拉的法国，简直是开了火箭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发了什么全民大红包呢。那这部法案的核心突破到底是个啥？法国有一部极其无赖的遗产法典，里面死死的卡一条规矩，叫做公共馆藏不可转让。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进了法国公立博物馆的东西那甭管是当年偷来的、抢来的还是骗来的，对不起通通变成了法国的国家财产，谁也别想拿走。如果哪个国家想追讨一件文物，对不起，流程就能把人活拖死。法国议会必须专门针对这一件文物进行辩论、投票、单独立法，这一套官僚流程走起来少则3年，多则5年。你想追回1000件，他们能给你整出1000部法律来，直接把你的司法团队耗得吐血。而今年马克龙签的这部新法呢，确实呢是把这个流程给改了。以后归还文物不再需要议会那帮议员老爷们坐在台上一件件的投票了，直接走行政程序审批。听上去是不是挺美的？是不是觉得法国人这次挺局气各位，这就是热闹背后的门道了。人家简化的是法国人自己内部扯皮的手续，可不是你把文物要回家的路呀。恰恰相反，他们在这个新流程里悄悄塞进了3道高的离谱的门槛，一道比一道难迈，一道比一道恶心。第一道门槛法理证据陷阱。新法里明确规定，追索国如果想要回文物，必须对每件文物提供严肃、精确、一致的权属证明。大白话就是你不能光拿出一堆历史资料，说这批文物当年都是圆明园里的，不行，你必须精确到每一个碗、每一尊像，拿出它当年原属于圆明园，在哪一年、哪个月、哪天被哪个法国军人用什么姿势流失出去的完整证据链。你还得证明他现在具体躺在法国哪个博物馆的哪个机位上。看完这一条，我估计大家气得都想拍桌子了吧？你们想一想1860年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的时候，大火烧了3天3夜，那个叫额尔金·巴赞的强盗头子抢了大量的珠宝文物。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强盗把东西抢走的时候，难道还会转过身来彬彬有礼的给这个大清总管太监开张收据吗？来，公公您拿好，这是我刚抢的文物，你点点，你搁这儿签个字儿，画个押，顺便把这个宝贝的编号、出厂证明给我一份，100多年后好让你们的后代拿这张发票来巴黎找我们马克龙要，谢谢。强盗作案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100多年后要给你留底儿。那现在你跟这个强盗的孙子、曾孙子要东西，这帮西装革履喝着咖啡的后代一脸无辜的说，证据呢？我们要书面材料，要高清的无码照片，要当年的公证文件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呢？这分明就是无赖逻辑用现在的法学标准去要求当年的受害者把当年的暴行洗刷得干干净净。第二道门槛，模糊的军事物资定义。如果说第一道门槛是让你无路可走，那第二道门槛就是直接给你一剪没了。这法案里有一条非常阴险的排除条款如果文物曾被武力武装缴获，且性质、目的或用途与军事活动相关，对不起，概不归还。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叫军事物品？法案里给出精确的定义了吗？一个字都没有，这就好玩了大伙儿想想，当年圆明园、紫禁城里被抢走那些乾隆爷御用的宝剑，康熙穿过的铠甲，甚至皇宫大内里摆着的火炮、礼器，法国人是不是嘴皮子一歪就能定性为这属于军事物资，当年我们是在打仗嘛，战场上缴获的东西属于战利品，不能还。
哪怕你追讨的是一把纯观赏性质的，上面镶满了红宝石和绿松石的礼仪短刀，根本就上不了战场杀敌，法国人也能跟你扯皮，不还，留着我们自己展览。发现了吗？标准是法国人定的，定义权在法国人手里，最后的解释权还在法国人的心里。是不是军事物品，全看巴黎那帮老爷的脸色。人家不高兴了，万物皆可军事化，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啊。第3道门槛官僚迷宫。就算你牛掰，你把完整的证据链都找齐了，法国人也承认这不是军事物品了。接下来你得进入他们精心设计的官僚迷宫。咱们来看看这个流程图看到这个流程图，大伙都明白了吧？最终的主导权依然死死地攥在法国人自己手里。而且更扎心的是，马克龙这一次之所以这么着急忙慌的立这步法，这背后的政治小算盘打得方圆10里都能听见。这根本就不是为了中国立的，这是他在兑现2017年对非洲前殖民地的承诺。那这些年，法国在西非的地缘影响力严重缩水，当地的老百姓天天在街上烧法国的国旗，把法国驻军赶了出去。马克龙一看，哎呦喂，老家后院起火了呀，怎么办？赶紧把当年抢非洲兄弟的文物拿出来几件，当成政治礼物送回去，修补下岌岌可危的外交关系。所以在这条归还文物的长龙里，非洲兄弟那是坐在 VIP 座上的，人家的申请是优先处理，中国的申请就算交上去对不起，老老实实在后面排队去吧。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太悲观了？人家好歹还过东西2021年的时候，法国是不是敲锣打鼓的把26件文物还给贝宁共和国了嘛？那可是当年法军从达克美王国抢走的王室珍宝行，那咱们今天就当一回数学老师，用小学1年级的加减乘除来算一算这笔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账。贝宁为了要回这26件文物，从正式启动追索程序到法国高层特批，走完立法，最后完成移交，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26件花了3年平均1年也就还了8到9件。咱们再来看看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家底儿。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的权威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因为战争、盗掘、非法走私流入到海外的中国文物总数超过1000万件。而法国这一个国家，它的公立博物馆和私人收藏里就堂而皇之的藏了大约260万件的中国宝贝，这里面90%以上全是近代殖民时期通过非法手段掠夺过去的。如果法国人真的一视同仁，按还给贝宁这个超级光速来帮中国归还文物，把这260万件宝贝全部追回来，需要多久？接近30万年各位，30万年是个什么概念地质周期都快过完一个了，人类能不能进化出超能力都不好说了，恐龙说不定都在地底下复活好几轮了。而且刚才也说了贝宁那是前法属殖民地，那法国为了政治利益得优先讨好他咱们中国可不是他当年的殖民地，在法国人的政治账本里，咱们的排位还不知道被丢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呢。那不过话说回来吧，咱们要是关起门来横向对比一下，法国在这件事上多多少少呢还算是走出第一步，多多少少吧还知道给自己立个牌坊。但是在全球文物追索这张大牌桌上，剩下那几个大强盗那可是连牌坊都不要了，直接跟咱们玩无赖到底。咱们先瞧瞧隔壁的大英帝国，大英博物馆里光是登记在册的中国文物就有2.3万件。英国人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早在1963年，英国议会就修订过一部《大英博物馆法》，里面的核心条款粗暴令人发指。大英博物馆里所有的馆藏物品永久不可出让。大伙儿看看这法国人呢，好歹还说门我给你开个缝你要是能证明是你的，我就考虑还给你。而英国人呢，直接拿电焊把门焊死了，并在门上贴了一张极其讽刺的告示：本人家里的赃物已经立法了，受英国法律的保护，谁也别想拿走1毛钱的东西。简直是无耻到了家呀！再看看东边那个日本那就更彻底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文物掠夺机构派了无数所谓的学者军人，拿着精细的地图，把中国各地的寺庙、古迹、博物馆像推土机一样犁了一遍战败之后，这批数以10万计的中国顶级文物被他们系统性的私藏、变卖，转移到了各大财阀和私人博物馆里。直到今天
2026年的，日本国内别说立法归还了，他们连一部敢于面对这个历史污点的法律草案都没有。大伙儿全当没这回事儿，就在博物馆里展出了咱们的文物，装聋作哑，心安理得。所以高志凯教授之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追索流失文物，咱们得趁热打铁，不光要盯着法国，更要把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都死死地盯住。那对于法国这次通过的新法案，咱必须辩证的、清醒的看。好的一面它确实是西方主要殖民国家里第一个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建立系统化返还机制的，这在舆论上算是给其他国家施加了压力。那坏的一面这个机制呢，从来就不是为了中国量身定制的，它只是一件精美的外交工具，用来服务巴黎在非洲重塑影响力的政治秀罢了。各位，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的法律、数据和政治但是最后呢，我想跟大伙儿聊点走心的话。这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它们真的是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一尊尊死气沉沉的青铜器吗？当然不是，这些东西是活生生的历史证人，是连着我们中华民族脊梁骨的血脉和记忆的根儿。所以当南华早报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法国新法案背后的政治陷阱时，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种说不出的拧巴、憋屈和愤怒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在这股拧巴之外，咱们也必须看到一个最底层的世界真相。你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时候见过强盗因为突然道德觉醒，把当年吃进去的赃物心甘情愿地吐出来的？真正的国宝大规模回归永远不会来自于强盗的慈悲，它只会来于那一天原属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了足够的分量。30万年我们等不起，但是几十年的时间咱们中国等得起，也有这个底气和耐心陪他们慢慢玩。那只要咱们越来越强，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迟早有一天会挺起胸膛整整齐齐的回家。